Hello， 大家好，晨曦 Stanley， 歡迎來到馬賽。馬賽，法國最古老的城市，大多數旅行指南警告你，馬賽治安堪憂。實際上，作為歷史悠久的港口都市，持續不斷的移民潮塑造了馬賽。這裡沒有連接絲綢之路，但是古代中國商品最早進入西歐的港口。這次，讓我們在馬賽討論旅行者都會有的治安擔憂從何而來，如何克服，也去到電影《的士速遞》的同款城市，在南法濃厚的賽車文化當中，近距離的感受速度與激情，記錄特別的賽車故事。馬賽呢，在大家的描述裡是一個治安比較差的地方。我非常能理解這種感受的來源，就是你在路上會看到各種不同膚色、不同宗教的人混雜在一起。路上會有路人告訴我晚上來這片街區的話要小心。那我們只要遵守一些原則，不入財，財物不放口袋，然後不去一些陌生的、不熟悉情況的街區，馬賽呢還是很好逛的啊。馬賽的城市格局有很強的割裂感，你會看到充滿塗鴉和破敗的頂層，可能穿過一個街道就是風景如畫的沿海社區。法國人自己也覺得馬賽的風格是比較生猛的。電影《的士速遞》就是在馬賽拍攝的，當中就加強了馬賽黑幫橫行、警察焦頭爛額的刻板印象。滿是塗鴉的街頭，加上多文化、多人種，這種組合很容易給旅行者加強不安全的感受。所以，國際旅行者對這裡有治安擔憂是再正常不過了。說不定那個的士速遞的鏡頭啊，就發生在這些老港沿海的街巷上。經典的電影《的士速遞》其實就在馬賽拍攝。在這座海港城市的狹窄街巷裡，引擎轟鳴、極限過彎，成了無數人對這裡最初的速度與激情的印象。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話雖如此，現在街上連黃色的出租車都很難找到。雖然瘋狂出租車已成電影畫面，但這裡的人對速度的狂熱卻一點沒變。直到2022年。F1 賽事的法國站還在馬賽往西不遠的保羅·里卡德賽道舉行。幾天後，同樣的速度與激情將在同樣的地方再次上演。在馬賽老港，建築大師諾曼·福斯特在2013年建成了這座巨大的鏡子鏡面涼亭，當作烈日馬賽的金屬遮傘。諾曼·福斯特也是建造 Apple Park 和北京 T3 航站樓的建築師。老港因為停船特別多，所以視覺上比較混亂。這個反光面顛倒了地平線，讓這種混亂反而更加有趣。怎麼老有一個人跟着我？你跟着我幹嘛？同樣是反光建築，還有兩個我印象很深的視覺表達，一個是芝加哥拍攝的千禧公園雲門 Cloud Gate。用曲面概括天際線。
一個是沙特的馬拉雅音樂廳，在自然環境中用鏡面擴展空間。身後這個小小的海灘，可以說是它充滿岩石的海岸線的一塊極樂之地了。大家日落之前啊，都會用各種交通方式趕到這裡，然後下海、跳水。在拋除了對馬賽很多刻板印象的危險感之後啊，其實發現這裡是很熱鬧的城市，然後大家都很沉浸在這裡的生活。嗨，馬賽作為緊挨地中海的沿海城市，天然的公共沙灘非常稀缺。整個沿海南部都是崎嶇的峭壁，這片海灘也叫加泰羅尼亞海灘，是大仲馬筆下基督山伯爵的故地。现在我所在的馬賽公寓可謂是整個馬賽我最想拜訪的地方之一了。它是建築大師柯布西耶的作品。在這個建築的入戶處，你會看到一個模具人。那它伸起手臂的長度呢是2.26米，也就是1姚明。它代表着柯布西耶在設計整個住宅啊，包括公共通道以及住戶內部的結構的時候，是充分考慮人的活動空間的。在外表呢，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有粗野主義的風格，尤其是這個1層的停車場跟地下樓道，在陽光的照射下，層次非常的豐富。整個設計細節都是非常統一的，連消防通道的這個扶手啊跟柵欄都是紅黃藍的配色，住戶門也是按照順序呢是紅黃藍綠。1952年落成的馬賽公寓，不僅是設計出色的建築，也是建築大師柯布西耶的一個社會實驗。而且屋頂的開放式空間也非常的漂亮，感覺就像把那個阿那亞的圖書館直接移到了一個大樓頂上。不遠處呢是一個體育館，能聽到他們現在在開演唱會。最開始，城市的高樓垂直發展，旨在自給自足。但是，馬賽公寓終究是偏離了馬賽的商業中心，漸漸變成了陸地孤島。像這樣漂亮的城市建築啊，一旦它失去了維護，沒有人來打理它呢，很快吸引力就不再足夠。那吸引來住的人群呢，也會產生更多的麻煩。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地方這樣漂亮的大樓變成了貧民窟。我們會在米蘭篇跟大家更詳細的介紹相似的民居。在馬賽郊區的保羅·里卡德賽道，正迎來2026年 TCR 世界巡迴賽的法國站。今年歐洲太熱了，這個路面的溫度可以直接穿過我的鞋啊，透到我的腳底，可想而知對賽車的輪胎壓力也很大。
現在賽車處於封閉休息的狀態，可以非常近距離的觀察它的底盤，是一個非常低趴跟寬體的結構。那在車身上也可以看到車手的名字，一個是來自烏拉圭的烏魯西亞，大家都叫他大聖。那另外一個呢是來自我們中國的馬清華，他們在之前的比賽當中都已經取得了很棒的成績。賽道熱穿鞋底，休息房裡空調開滿。瑞典老將 Björk 和中國車手馬清華共用一個休息室。法國站的第2輪正賽之前，馬清華正在茶道泡茶，招待 Björk 的3個孩子。小馬哥，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就是賽間喝茶的習慣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好多年了，可能上輩子是廣東人還是福建人。紫色頭髮是什麼時候染的？今年就是有一個什麼想法，突然要換這個髮色？感覺年紀大了要有點顏色。這時候離法國站第2輪正賽開始還有不到半小時。作為2025的車手總冠軍，法國人楊埃赫拉舍在這裡沒有退路。上一站比賽，他在拿下第1發車位的情況下，遭遇災難性的2次退賽。上場比賽結束，他在頭盔裡哭了很久。比賽的第1天排位賽是小楊的生日，車隊裡為他進行了簡短的慶生儀式。在這個週末，法國主場，親朋好友的目光下，又是自己的生日，小楊比誰都更希望能贏。F1 跟 TCR 賽事的魅力完全不同。F1 呢，更像是贏家通吃，誰在起跑線上發明了最棒的賽車，就有機會贏下所有。你說對吧，大神？那 TCR 賽事的規則呢？初聽起來會不公平，但它其實追求的是一種動態平衡，另外一種公平。TCR 賽車的精髓之一在於 BOP 性能平衡規則。賽事委員會會給跑得最快的賽車增加數十公斤的負重，或者直接削減發動機動力，強行平衡車的物理差異，讓比賽的競技性重新回歸車手的駕駛技術和臨場決策。回歸車隊對賽車的技術調整和戰術安排。除了在車房能看到整個車隊如何進行精密的配合和準備，我很喜歡開賽前的發車儀式，可以到賽道上，在車手和賽車旁邊。不像 F1 人聲鼎沸 ，TCR 法國站現場觀眾不多。我覺得現場的準備工作特別的緊張啊，整個車隊都是有條不紊的在幫選手做賽前最後的準備。比賽開始前，我嘗試用4位選手的家鄉話說一聲加油。小馬哥加油！你不要嘿呀，沒事，嘿呀。Happy birthday, Alice。烏魯西亞太專注了，我這時候喊一個阿尼莫加油會吵到他，算了，加油加油，阿尼莫，默默的跟你說。看到前方的贝爾南克斯的发展還是不錯的，但是他身邊的馬清華利用了這次機會，來到了第1的位置上搶佔了內線。和馬清華正在纏鬥的應該是181號車，烏魯西亞的賽車。第一次現場看比賽，發現了點賽事花邊。當時這個發生在比賽的什麼時候？就剛發車，剛發車的時候。對，發車以後，我們通常是在相互保護的這個狀態，但是
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搭錯了，就是突然之間来這一出。當時是我跟那台 Cupra 是並排，然後風險就是如果我把它硬頂出去的話，可能會導致犯規，所以我就沒有去硬搞，因為我想反正以我的速度的話，反正比賽當中肯定是完全有機會的，所以我就沒有太着急。但是我怎麼樣都沒想到會被自己隊友頂出去，並且 Cupra 比我們輕100公斤，比我們多5%的動力，所以基本上在這種對於輪胎消耗非常高的情況下是很難有機會。衝突的另一方正是目前積分榜第一，本場由於獲勝補償規則被加重40公斤，導致速度受到影響的隊友烏魯西亞。在發車的第一個彎道，理應該進行戰術掩護，但是車手的本能肯定是向前追趕。No, stop. F1 的電影《誠不我欺》這樣的橋段確實存在。他們都是出於想爭勝而發生了一些小小的 beef， 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繼續接下來全力以赴的投入、全力以赴的比賽、全力以赴的爭取第一。賽前的精密調教，車手、車隊、車商的共同努力，都是為了在賽道上毫秒必爭。從前我只知道 F1 賽事的魅力，這次也體驗到了 TCR 這樣頂級房車賽，全是貼身肉搏戰的緊張刺激。賽事更強調的是賽車跟大家平常家用車的一個結合，這些技術和調試最後會被反映到我們能買到的車上。那對於這裡在跑的比賽的賽車也是啊，它通過不斷的底盤調教、動力的調教，會把這些調教的經驗都放到我們所使用到能開到的車的進化跟完善當中。我們在馬賽的混凝土大樓尋找科布西耶關於人們起居的新探索，在保羅·里卡德賽道上體驗車手故事和賽車魅力。吉利 3M Racing 車隊用最嚴苛的標準和最激烈的對抗，積累充分的數據和經驗，反哺到普通人每天開的量產車上。高樓終究要回歸人們的日常起居，賽道終究是服務於街道的最高級實驗室。在混亂的街頭確認安全感，在古老的法國港口城市找到生活的樂趣，在最殘酷的賽制裡看到團隊協作堅不可摧。好，那這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希望我們在世界的下個角落相遇。這裡是晨曦 Stanley，See you in the world。